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我们要来讲一个很特别的例子，破坏的非常严重，而且甚至还有淤血，中间还淤青，好，算是一个不是那么顺利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我觉得很适合给各位看一下。好，这个例子它本身抠咬手指非常的严重，而且它平常有从事比较激烈的运动，所以它有强烈的破坏，中间呢还导致它有淤青淤血，非常可怕的状况。那通常我们在做指甲矫正的时候啊，我们会尽力的去保护你的指甲。但如果今天有发生一些特别状况的时候，我们倾向那一指先不要做指甲，然后我们去观察一下可能产生的风险。矫正的过程当中也要避免各种的感染跟破坏。左边呢是第1周，右边呢是第40周。虽然中间破坏很严重，可是还是有不错的成果。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欢迎跟着我一起来看下面这一整集的内容。中间会分成5个段落有很多丰富的小节要跟各位讨论。不过最重要的要提醒大家，做指甲矫正的重点当然就是指甲矫正计划，准时的回来做修补，然后也需要由我们你宝贝来帮你做一个保护指甲特别的东西。与此同时那就是把日常保湿做好指月油跟外用膏都希望你的一天呢能够擦10次适量涂抹，认真顾好你的皮肤健康，指甲矫正的速度才会快，而且最后收到的结果也才会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分析这个例子的特殊状况，破坏指甲的状况。这个例子是个男生，他本身流手汗非常的严重。那流手汗的时候我们手指的皮肤就会泡在水里面，所以会被泡得很脆弱。流手汗的人通常会下意识的把那个手汗擦掉，擦在身上的各个地方，所以手上的油也很容易被擦掉，导致我们擦保养品的时候呢，它是很难去维持，很难把皮肤真正的保护到的。因为它会流手汗，所以它抠咬指甲的时候所造成的破坏就变得更严重，因为皮肤比较不健康嘛，指甲就非常的短而且最后非常脆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导致它更容易去破坏指甲。各位可以看到，它就有甲床外露、指肉肿胀的问题，还有引发出了它指甲的形状，像是扇形跟飞甲的问题。这个例子呢，更令人头大的事情是，他的运动嗜好是打拳击，而且还非常喜欢。打拳击当然是戴着手套打，可是虽然戴着手套但是它的外界撞击力道还是很大。而且各位可以看一下，戴了手套之后，手指头打到的时候，甚至自己折自己，有看到吗？这样子自己折自己，所以指甲长长之后很容易因为打拳击而被凹断，而且折到之后呢，那个指甲也会反推刺激它的指缘母体，再加上它会咬指甲、抠指甲，所以它的指缘母体是被长期的破坏的，最后它的指甲本身长出来也变得很不健康母体就很红肿，而且长出的指甲不健康，导致它的甲面是凹凸不平的。我们看到第1周一开始看到的状况，真的是很严重吧？甲床外露的处理，因为它的指甲是属于内陷在甲床里面的，所以它的指尖的尖端是呈现一种指漏外露的现象。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采用矫正型水晶指甲覆盖肿胀跟外露的甲床，去保护指甲以及保护外露的指缘皮肤，不要让它被破坏到。这第2周的时候回来拍的照片，我们就是用水晶指甲去遮盖甲床前端半透明的一个指甲，那就是之前被我们衍生出来的一点点水晶指甲。照片是9天后的状况了指缘母体因为它长期不健康，所以其实它生长比一般人慢，大大拉长了矫正的过程。所以做指甲矫正首要改善的呢就是皮肤健康。来，我们看右手边，因为它的指缘母体不健康，所以它指甲生长速度就很慢。可以看到它这个假指甲跟后面的指缘靠得很近很近，但是一般男生9天其实是长蛮多的，不会只长这么一点点。所以指缘不健康也会严重影响指甲生长的速度。对于甲床内陷跟甲床外露，我们也拍过一个详细的说明，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荧幕上面的那个连结点一下，或者是说明栏里面的连结也可以往里面点。这是第2周看到的状况。接下来到第4周，第4周的时候指甲长长了一点，练拳之后呢，就有点破坏。你看到它皮肤旁边还有练拳受伤的状况。大多数来说我们的一般客户如果做水晶指甲矫正的话，通常只会做2次左右而已，因为前期进步的很快，很快就可以把外露的甲床先稍微遮盖住。可是这个例子比较不一样，它因为一直不断的破坏，所以看到第6周的时候还在做水晶指甲，而且也破坏的非常严重指甲淤血淤青。
好，在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在做水晶指甲哦。好，但是因为这个客户他长期习惯非常非常短的指甲，所以他使用手的角度还是有待他调整。指甲长长之后呢，难免就会有比较多的凹折啦、折痕啊，再加上他打拳击的用力撞击使得他中指的尾端有一些严重的受伤淤血。一开始还好，一开始是一点点淤血。这是第10周的时候看到他的照片各位可以看到他的指甲前端有明显的凹折跟断裂，大拇指变长了，所以这个日常的破坏也变得更严重，更容易被撞到，更容易被敲到。矫正初期通常都会遇到一个痛苦的时期，需要逐步的去改变使用指尖的习惯，用指腹来做事而且还要大量的减少外力的撞击。这是第10周他手的状况，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提过的指缘的深处有个淤血的情况发生。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了第14周。14周的时候呢，指甲有稍微长长一点，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淤血是有被指甲推出来一点点，一点点。可是它的指甲状况还是破坏得很严重16周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指缘尾端之前受伤之后呢，淤血的皮肤比较脆弱，可是它继续持续的拳击运动，好，而且外加上现在指甲长长了之后，所以这时候撞击会变得更大力、更明显，所以它原本受伤的地方又再度的出血跟淤青。看一下它的这个练拳破坏大，所以就有指甲下方有一个淤血的状况。16周看到它再次受伤出血的那一块，有它的淤血的部分变大很多很多。接下来来到19周，它指甲稍微把淤血往前推了一点点。各位记住19周，为什么？因为接下来到23周。所以中间差了4周。上一次的淤血范围呢扩大了之后，我们就建议客户2周就要回来做修补，因为状况有点危急。可是这个客人呢拖到4周才回来，4周所以他太久没有回来做处理，导致里面的淤血一直被积着，然后也没有被消毒，也没被清干净，所以淤血的部分，就指甲下方淤血的部分，就有了绿脓杆菌的感染。那为了安全起见，好，那一只手指头我们就暂时不做矫正了，所以从23周开始那一只中指我们就没有做矫正。好，各位看一下绿脓杆菌绿绿的。那我们之前有拍过指甲发霉的原因跟状况，如果各位想要深入了解的话，荧幕上面的连结以及说明栏里面都有相关的连结，往里面点进去了解一下。那基本上来说，通常我们俗称它叫发霉，可是实际上它是属于一种绿脓杆菌的感染了。因为这个客户破坏指甲状况真的太严重了，所以我们那一指就稍微先不要做指甲，等它慢慢往前长出来。那接下来我们到了第26周，发霉的那块淤青有往前长了一点点，这还不错。到了第29周的时候，长到外面来了。通常来说，我们遇到淤血的时候，就是适当的修短指甲，避免外力持续撞击，保持干燥与清洁消毒，而且避免指甲油跟人造指甲的覆盖。等到指甲长出来之后呢，它会慢慢把它推出来，把它剪掉就没事了。所以到第29周的时候，指甲长出来一些，避免破坏，变长之后把它剪掉。29周血块就几乎推出来了，这个时候这一指就可以开始做矫正了。来，荧幕上给各位看一下。好，从一开始到这个越来越严重，然后到后来慢慢推出来，整个等待淤青退去的时间花了17周，17周好长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指甲撞淤青凝胶指甲保护。做严重甲床外露的矫正的时候呢，初期的水晶指甲只会做1到2次而已。可是他一直到了第33周，第13次矫正的时候呢，甲床才勉强完整，我们才开始全部改成凝胶，好来帮他处理指甲的形状。他这个33周的时候，他因为他的中指有一段时间没有做水晶指甲矫正了，他的扇形指甲也比其他指甲严重，所以虽然水晶指甲矫正指甲的形状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可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好，有做跟没做，其实还看得出来形状是有差异的。那他其实另外一只手的中指也有点轻微的淤青不过这小事情，因为我们到了第36周的时候，3周后，你看到没有？指甲持续往前变长，淤青就会推出来，然后就把它修掉，其实就没事了。大多数的淤青是这个样子啦。不过36周可以看得出来，他指甲破坏还是蛮严重的来到第40周，看起来就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客人想要结束矫正了嘛，所以他的这个保湿跟保护都比较认真，那就变好一点点。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啦。所以多做保湿，多做保护，真的对指甲有帮助的咯。
短指甲处理前后对比。第42周的时候，第16次矫正是他最后一次矫正了，之后矫正就结束了。这16次的矫正当中啊，因为他持续的严重破坏，所以状况不是那么好。可是还好他稍微有顾到一些日常的保湿跟保养，所以他的指甲状况看起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进步啦。来42周看一下指甲状况，大拇指因为凝胶被抠掉，所以有些伤害到指甲表面的部分，看起来还 OK 啦，整体上勉勉强强啦。以42周来看啊，其实它的甲床可以再伸长一点点，皮肤也可以再好一些。那它的扇形指甲也可以再改善一些，而且它指尖也有一些少许的碰撞，这习惯我们通常也希望先慢慢改善。好，另外还有湿手皮，这习惯还没改。那整体来说，42周的时候，指甲勉强算健康，皮肤也勉强可以接受，甲型呢也不算太差，指甲保护也还行。那这个时候客户想要结束，我们也觉得也 OK， 因为每个人对指甲的追求、对指甲的满意度不太一样。好，只要客户喜欢，只要到健康的程度，什么时候想要体脂都是可以的。因为42周那个照片照太糊了，所以说我们比40周第一周跟40周，虽然破坏超大，可是其实矫正状况还不错那大拇指也是有一个不错的进步了。最后还是要和各位提醒一下。指甲矫正的重点呢有2个一个是指甲矫正的计划，要记得准时过来做修补，也要让我们帮你保护好你的指甲。指缘油跟万用膏要勤做日常的保湿1天10次少量适当的涂抹，这样子的话呢，你的矫正状况才会好。矫正状况好呢，进度才会快，进度快，你宝贝就赚的少啊。好了，今天这个例子就分享到这边，如果各位有什么想讨论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哦。拜拜。